在阿米巴版连接无线网域的第3个实验呢，其实我们要连接的开放式的无线网域是一种 WPA 的一个加密的形式。那在进行这个实验之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准备的器材，一样是阿米巴版，然后呢以及它的连接线，然后以及同样的我们要针对于这台无线路由器来进行设定。那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同样的要重新的来设定我们的无线路由器，把开放出来的网域设定成 WPA 的加密形式。好，我们首先呢开启网路，同样的看到了阿米巴这个开放的网域，我们连接它。那连接它之后，由于现在的这个阿米巴的这个无线网域是以一个开放非加密性的方式，然后公开的方式，然后来让大家连线，所以连接上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 WPA 的加密设定。它需要一点点时间，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好，那在画面显示了它已经连接之后，我们点开我们的网页，同样的在输入我们刚才的控制的网址 192.168.1.1。那各位同学可能要根据你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对应到的这个控制网址的页面的这个网址来加以设定。那在我们连接进去之后呢，那么它就让我们回到了这个控制页面。同样的，我们选进阶设定，然后呢里面的无线网路的一般设定。好，那在这个无线网路的设定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就是不更动原来的无线网域的名称阿米巴，大写阿米巴，但是我们要改变的方式其实是授权方式。大家记得在前面2个实验当中，第一个我们用的是 Open System， 也就是开放式的非加密式的一个系统，然后第2个 WEP 的是一个共享金钥式的系统。那接下来第3种类型我们要介绍是 WPA， 那 WPA 又分成个人型跟企业型，这时候我们随便选择一种，比如说我们选择 WPA2 的企业型。好，那同样我们这边的这个加密方式有 TKIP， 然后也有 AES， 也有 TKIP 加 AES， 那我们就选择这2种。那混合式的。那同样的，在金钥部分呢，那我们来设定。好，那金钥部分我们来设定就是我们来设定成 I love 阿米巴，但是我们把那个 love 的 O 改成0，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加密金钥。那选择完之后呢，我们同样的，然后呢再点下套用本页面设定。好，我们按下套用本设定之后，那我们的无线路由器就会重新开始设定它的无线网域的部分。好，同样我们再稍待片刻。那同样的，在它设定的同时，我们就会断开了原来的无线的这个网域的连接。不过没关系，我们让它连接之后，同样它会要求你输入网络安全性金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I love 阿米巴。但是我们要把 love 的 O 改成0，看一下 I love 阿米巴。好，接下来连接。好，在它连接上这个在我们的笔电，然后连接 WPA 的这个网域的同时，我们来看一看程式的部分。同样的，我们再点开 Arduino 的 IDE 界面。那我们这次要选取的专案是在 File 底下的 Example， 然后呢，把 Wi-Fi 底下的第3个 Connect with WPA， 请大家点开它，放大全萤幕。好，在这个程式里面，那我们来看到15行，同样的就是所有的阿米巴板子要连接上无线网路，都必须要引入一个 Wi-Fi 的标头档。好，所以要记得引入这个 Wi-Fi 点 H 的 header file。那同时17行跟18行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要连接的这样子这个开放式的无线网域到底叫什么名字，以及它对应到的这个金钥或者是称之为密码，然后呢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要连接的这个无线网域呢，其实是大写的阿米巴。
然后呢，我们刚才的金钥呢，其实被我们改成了 I love 阿米巴，但是我们的 love 的 O 改成0，这样，O 改成0。好，那这样子更动完成之后，其实这个整个程式的部分我们就已经设定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程式的其余的部分。好，那在 Setup 部分呢，同样的，它会首先来看基本设定，会把序列监视器的通讯频率设定在9600。那同样的，这个序列监视器如果成功跟没有成功的连接的话，那会有一些讯息显示出来。那接下来的部分，也就是先去检查我们的连接装置上面有没有对应到的这个网卡，然后你可以来连接 WiFi。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告诉你 WiFi shall not present， 好，就是并没有这样子的 WiFi 的网卡。然后当然，因为阿米巴也内建了 WiFi 的功能，有网卡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自动的 bypass。那在35行的部分，同样是去检查我们的 WiFi 的韧体版本是不是有符合 1.1.0， 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还要进行升级的动作。那接下来下面的部分40行开始呢，则是你的阿米巴板尝试连接到无线 WPA 无线网络的结果。那它无线网络连接的结果就存在 status 里面，如果并没有能够成功的等于 WL 底线 connected， 就是没有成功的连上 WPA 网络的话，就会把下面的这些资讯，然后呢再显示出来。下面这些资讯呢，就是说，我要从序列监视器上面，然后呢再重新的去连接 WPA 的这个无线网域，然后叫什么名字，同时然后去呼叫 WiFi 点 begin， 也就是说我要去连接这个无线网域 WPA 无线网域。那要连接 WPA 跟 WPA2 的这个无线网域呢，你其实也只要简单的给它 SSID 无线网域的名字，以及 pass 就是你刚才我们所提供的这个设定的那个密码I love 阿米巴，把 O 改成0的部分，就是 pass 给这个 WiFi 点 begin 之后，它就以你对应到的这样子的提供的内容去连接无线网域，然后呢连接成功与否都把它的状态写在 status 里面。好，那当它跳离了41行到49行这个回圈之后，就代表它已经成功的连接上一个 WPA 的无线网域了。好，那我们再来看到51行开始，跟前面2个范例程式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把现在的 WPA 的无线网域的内容列印出来，以及把你的网卡得到的资讯也列印出来。49行、58行开始到62行呢，则是在无穷回圈的部分，然后一直在进行的是，然后呢，每延迟的10000的毫秒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我们现在连接上无线网域 WPA 无线网域的资讯，然后呢显示出来。所以大概是约每10秒钟显示一次。64行开始就是显示这个阿米巴板连接上了 WPA 无线网域之后，那么它得到的一些网卡资讯，然后以及得到的 IP 内容。所以首先我们看到66行开始的，然后他们透过 WiFi 点 local IP 就会把这个阿米巴板这块板子上面的网卡所取得的这个 IP 资讯，然后呢先列印出来。同时在下面71行开始会把这块阿米巴板上面的无线网卡它的网络识别码 MAC address， 然后呢以 byte 的方式6个 byte 的方式，然后16经纬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出来，然后列印在序列监视器上面。而在列印整个网络资讯、无线网域资讯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在90行、91行，同样的透过 WiFi 点 SSID， 就首先把你连接上的这个无线网域的名称，然后呢回传出来，并且显示在序列显示器上面。那接下来在93行呢，则是你这个无线网域WPA 无线网域所背后的这个无线路由器上面的网卡的识别码。它的 MAC address， 我们如同前面一样，我们是用 BSSID 的6个 byte 的这个变数，然后来代表它。那同时我们去呼叫了 WiFi 点 BSSID， 然后呢大写的，然后把小写的这个 BSSID 的资讯变数喂进去，它就可以成功的获得它的这个网卡识别码。那同样的，我们以16经纬的方式把6个 byte 一个 byte 把一个 byte 的印出来。所以接下来程式的最后面呢，109行到118行则是一样的列印出来这个我们现在连上这个无线网域的强度，以及连上无线网域的这个加密形态。
好，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进行观察，就是加密形态有没有不一样。好，以上呢就是程式的讲解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进行编译以及烧录的动作。首先我们进行了编译，那这个编译由于我们刚才更改过了这个 SSID 以及它的 password， 所以需要编译，然后让整个程式编译完之后，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任何错误码的发生。好，它编译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进行烧录的动作。好，同样的，它也完成了烧录的动作。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 embed 视窗现在就跳出来了。同样的，为了怕它避免更改它的这个 port， 我们来看看，再检查一次，它有成功的连接上 COM8 这个序列符，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序列监视器。好，接下来就是按下我们阿米巴上面的 reset 按钮。大家看见，当我们按下 reset 按钮之后，同样的韧体的版本啊、韧体的资讯就会首先列印出来。我们的画面好，在连接的同时，我们继续的往下滚动。好的，大家现在看到，同样的，这时候如果你的阿米巴版有成功的连接上 WPA 网络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时候 interface 0 IP address 就会成功的显示它所得到的这个 IP 192.168.1.21。你的画面可能跟我的不一样，是因为你的这个无线路由器所指派的这个 IP 可能不一样，不过没关系，你只要看到了它有成功的指派 IP 的话，你就有成功的连接上了这个我们 WPA 的无线网路。然后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连接上的无线网路的 SSID 叫做大写的阿米巴，然后同时它的网卡就是这个路由器的网卡 BSSID 的网卡内容，好，识别码是什么，以及现在连接到的讯号强度是-30 dB， 以及 encryption type 是4。好，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有看过0跟1两种不同的 encryption type， 那我们这时候的WPA 的连接方式是 encryption type 4。那接下来前面这是网域的部分，接下来是网卡的部分。那网卡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是网卡的部分就会首先列印出 IP address，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192.168.1.21 列印2次，同时把这张阿米巴版上面的网卡的网卡识别码列印出来，好，以16进位的方式，然后呢把这6个 byte 的网卡识别码列印出来，以及那个现在这张卡所连接到的 WPA 无线网路的识别无线网路名称是什么？是大写的阿米巴。然后呢，接下来又是把无线网域的阿米巴列印出来，把它的网卡的那个识别码印出来，然后把讯号强度印出来，然后把加密形态印出来，然后自此之后每10秒钟我们就列印出这些讯息了。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阿米巴版连接无线网域的这个第3个小实验，连接 WPA 的部分。那希望各位同学也是一样，一步一步的跟着我们操作，希望你可以看到一样的结果哦。